好，新的一年过年特别节目，我们也要来特别关心到是接下来在2026中国大陆、美国跟俄罗斯在今年核武上面的布局发展。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呢，在2月5号到期的这个是美俄本来讲好的，这个叫做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说，终于是到期了，跟美国说呢，我们要不要继续自动续约？结果呢，川普就是拒绝，他发文也放狠话说，我与其跟你俄罗斯继续续约，延长这个条约。我不如让我的美国核武专家继续打造一个比较新的、现代化、升级版的合约，而且呢，川普在这时候还想把中国大陆一起拖下水，指控中国现在默默的在进行低当量的核试验，所以呢，川普现在有外界在解读说，川普也想把中国纳入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里面，那当然呢是遭到大陆拒绝了。中方说他不准备参加这个新的核谈判，因为呢，他认为中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比美国小太多了。目前美俄在这个条约上面，它的核弹头的上限是1550枚，五角大厦预估到2030年，中国会突破1000枚左右。川普想把中国大陆一起拉进来，削减他的核武的计划能够成功吗？那为什么他要纳入中国？如果纳入，对于这个原本的条约来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汉庭有什么看？本来呢，美俄都有这个条约，那俄罗斯呢想要续约，结果川普拒绝了。所以人类在冷战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核军的控制框架已经彻底崩塌。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没有法规、没有上限、只有猜忌的核武的荒野时代，对吧？因为没有任何所谓的限制条款啊。那川普目前讲说，我们要把中国大陆纳入进来啊，纳入进来了之后，我们再搞一个全新的架构啊。那他的算盘是啥呢？他表面上好像是说我们那越多人越好啊，但其实第一个他就是在转移责任啊，要把条约失效的压力呢都怪罪在不愿意加入的大陆上。第二呢，也是在限制对手，要透过各种的多边框架来束缚正在发展的中国大陆的力量。第三，也是分化大陆和俄罗斯。在大陆跟俄罗斯合作的非常密切的时候呢，去制造一些潜在的矛盾点。那俄罗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当然都是不上当。因为核裁军的谈判，它核心原则是，我们大家要对等公平啊。到2024年底呢，五角大厦的报告，美国是3700枚的核弹头，俄罗斯是4300枚，而中国呢只有600枚。对，这个量级也差太大了吧？而且呢，你美俄的这些所谓的核武，其实都是即时的战备状态。你看，美国随时要打谁，它都可以打谁啊。那大陆呢，一直都是处于被动的，而且是防守的状态。所以呢，你要求一个这个核武库的规模跟数量都不及美国领头的这个国家，然后一起来接受同样的限制，本身就没有任何的道理。那再来呢，川普还试图说我们看那个美俄中啊，双方啊都要来啊。那俄罗斯一开始也呛得很好。那如果美国坚持要把大陆纳入，那么同样拥有核武器的英国跟法国，你为什么不纳入？那没道理啊！而且其实，在失效不久之后呢，英法两国都已经相继的表明，我们不会去参加什么新的东西了。所以就没有人要理川普。那川普他讲的什么多边主义，对吧？就被打脸，没有人理他。所以呢，中国大陆一直以来都是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一个承诺，就是体现我们中华文化止戈为武的最高军事哲学。所以大陆发展核力量从来就不是为了称霸或者是去威胁别人，而是要打破核讹诈，确保中国自己的生存跟发展。所以把核武库一直都是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所以当美俄拥有了数千枚的这种核弹头，而且还要不断的去升级，搞什么3位一体核打击，要中国这个后加入的人来加入对等的裁军，就好像是要求一个刚刚温饱的家庭跟家财万贯的富翁平分财产，这哪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好，所以那另外一方面，那美国也是持续的警告，就是他指控中国大陆它一定要限武，原因是因为它正在准备数百吨当量的核试爆，而且呢还企图干扰这个是国际地震监测系统，掩盖过往它的核爆经验。而且呢，美国还指控说，俄罗斯甚至还帮助北京来发展这种核武级的裂变材料。委员怎么看？第一，这就是美国的政治人物长期以来最擅长玩的把戏，就是永远先栽赃别人。大家还记得吗？伊拉克都已经被打完了，美国都已经撤出去了，过了这么久，
到底美国真的找到了当时他要打伊拉克的这个什么生化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核武设施吗？根本没有啊，这是美国长期来玩的把戏啊，谁知道有没有？我就先说你有就好了。中俄真的有在合作这个进行发展核武的动作吗？这个真的俄罗斯正在协助北京发展这个武器级的裂变材料吗？是真的吗？谁知道呢？反正他先讲了嘛，先讲先赢啊，先讲了之后先抹黑了你，然后就要逼着你上谈判桌，这是美国的这个政客长期以来玩的把戏哦。那么第二个重点，我看到这个川普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国务次卿的谈话，我就觉得太妙了。就川普不是说普丁跟习近平是他最好的朋友吗？那你们两个好朋友在合作，你到底怕什么嘞？就这两个不都是你的好朋友吗？你开口闭口就讲这个人两个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你的两个好朋友就算在合作发展核武，到底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对，就像刚才汉宁讲的，英国跟法国在发展核武的时候，你川普会害怕吗？你不会害怕，因为他们是你的盟友哎。那既然习近平跟川普是这个习近平跟普丁是你川普更好的朋友，那你到底在怕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就川普这种两面手法，有的时候你就展现的赤裸裸的一览无遗，就嘴巴上讲的漂亮话再好听，背后呢其实想尽各种办法去提防跟打击。他之所以说之所以说普丁跟习近平他的好朋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强啊，他们强到川普没有办法用压力压得过他们，所以这就是川普玩的把戏啊，就是遇到强者我就先暂时这个保持友善的微笑，可是事实上呢，我想尽各种办法来围堵你，来削弱你。然后呢，将来有一天我能够收拾你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手软的。所以你说对北京政府来讲，他又不傻，他干嘛要加入呢？就我明明就知道你的盘算是什么啦。刚才汉庭都讲得很清楚了，我根本不是跟你同个量级的，我只不过是你的零头而已。我有什么理由我来呢？你现在把我要拉进来，是不是你明天叫金小胖也一起加入呢？哪怕他只有几十枚嘞，他要不要一起来？所以其实川普在玩这个把戏哦，我觉得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北京政府听听就好了。那么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这么多，北京政府的工具箱里头又不是没有工具，所以我就算不加入，你又能奈我何呢？你4月还要来我这里呢，你今年还要想办法跟我见4次面，你还要买我的大豆，你还要等我的稀土的开放，那到底是谁怕谁啊？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喊一喊，只不过是替他自己找个下台阶。那么将来呢，这件事情没成，他也有一个替罪羔羊哦，说不是他的错。但是实际上，你说他真的能够对北京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或者是做出什么样的报复，川普也没有这个胆，美国也现在没这个能力了。是，好，那我们也来展望。那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今年2026年，有关于中国大陆，虽然说它的在核武发展的量级还是在美国跟俄罗斯后面，但是它中国大陆今年这个核武可以发展到哪里？等一下请大使来看。那为什么美国会这么的害怕？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细节，是来自于五角大厦针对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做的一个评估，这是2025年版本的。他说，中国境内呢，现在有3个洲际弹道的飞弹发射场，拥有超过100个发射井。曾经他在2024年底就已经进行了多枚快速的试射，也代表大陆可能已经具备飞弹群攻的能力，并且报告还说，北京还研发了1万吨以下的这种战术核弹头，目的是可以建立有限核打击能力，来控制核战争的风险。另外，他们还担心的是东风26跟轰6搭载这种空射的飞弹，很可能这类的战术核弹头的一个载体。大使怎么看今年北京在于核弹上面的发展？其实中国大陆的核弹长期来西方都摸不透，常常有很多误判。在那个以前闹过一个笑话，因为它都是从人造卫星上看，有一段时间美国说，哎呦，中国大陆福建地区有很多圆形的这种建筑啊，那个是不是那个飞弹基地或者是核弹？后来中国大陆说那不是啊，那是我们客家的围屋啦。我就知道，他在人造卫星看说这是核子基地，对不对？前2年他也说有很多飞弹井，结果后来也是他人造卫星自己研判的。说实话啦，这个数量这个是你不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说中国大陆有600颗弹头嘛，对不对？那有人说不可能这么少。这个数量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核子战争它只有一个战术，叫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我们以前冷战时期，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确保相互毁灭。
那什么叫确保相互泯灭？就是我第2级的时候，我第1级打完还有第2级，这个第2级一定会把你毁灭掉。那今天大陆有一个学者叫金灿荣，他以前常开玩笑，他说美国人跟他说：“你们这个核子能力到底怎么样？”他说：“你们应该可以摧毁我们8次或7次，我们只能摧毁你1次。”那美国人说1次就够了，对，摧毁只要1次，要8次干嘛？对，要7次8次。那所以就变成中国大陆，你说它有那个100个发射井 ，so what？ 没有意义。发射井是最落后的。那个是在你就是在那个把那个弹固定在那个地方。美国现在这个 Rocky Mountain 那一带一大堆发射井，天天在那维修，义勇兵飞弹，都是非常旧的。现在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基本上阅兵的时候，连东风61都用车子拖出来，车载的它有两个，第一个它可以在公路上跑，机动。第2个在哪里？在铁路上跑。所以大陆上他们说大陆有很强的地道系统，它不会让你知道在哪里，可是它会在地下跑。然后这一些不管是东风41还是东风61还是东风31，它全部是固体燃料。你知道固体燃料是什么意思？就是到定位就可以发射。液体燃料是干嘛的？液体燃料到的时候要装燃料的，要30分钟。所以这个东西机动性很强，就是让你抓不到。飞弹井被你在那个地方，我第一个就把你飞弹井打掉。所以它基本上都是机动的。中国在这么大很多山区下面挖空的都是铁路，它那个车子从这边有个出口，再往上开100公里又出来，你知道从哪里出来？地下长城嘛。地下长城啊。然后呢，还可以用什么机动的卡车，也可以火车。所以这个美国摸不清楚。可是呢，另外还有一个，就变成就是这叫陆基，另外叫空基。中国大陆的轰6K 是可以载核子弹头的导弹的，它就是可以从空中发射飞弹，载核子弹头去攻击你的。它的航程6000公里，它现在又有什么？这个空中加油，它可以做长程的飞行，飞到你很近，啪一颗打下来，那你就措手不及。这是陆基、空基，还有一个什么？海基。海基就是确保毁灭的第二级。什么叫第2级？因为中国大陆的，比如说啦，这个战略核动力潜艇094096那它今天下的海里面，因为它核动力的，然后它可以自己在下面制造氧气，它1个月不出来了。只有中国大陆指挥中央知道那艘核潜艇在哪，它可能就在你加州的外海。对。那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陆基、空基的打完以后，还有一些城市没毁掉，还有一些东西还有攻击能力，由海上、海底下再发射。那发射出来是什么？大陆的这个海底下发射潜水法叫巨浪2跟巨浪3。巨浪2跟巨浪3都是怎么样？1个导弹6个弹头。那中国大陆的东风41、41绝对就是1颗导弹10个分弹头。而且它分上去以后，下来的时候，它那个10个分导弹打下来的时候，还可以变轨，还可以转换目标。你本来预估它是要打那个10个城市，洛杉矶什么旧金山什么，它给你换一下，然后打什么？打纽约，打这个华盛顿。所以你只要能够确保毁灭，数量再多没有用。可是以大陆今天的在台，我听过一个我们台湾的专家分析大陆的弹头数他以大陆的载台来讲，他回过头来说，大陆应该有2000枚核弹头。不过不管你是多少啦，只要能够确保毁灭对方，你就已经达到目的。你不需要第2次毁灭它。那美国搞了1000多枚，俄罗斯搞1000枚，它的备载的有3000枚、4000枚没有用对不对？现在的如果说是氢弹的话，一颗你一个城市1000万人城市就没有了，就完全没有了。所以这个核武器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那中国大陆它现在发展就跟俄罗斯一样，发展什么？发展战术型核导弹，用在战场上所谓的低当量的。我是核子弹，可是我打下去不是毁灭1000万人的城市，我是毁灭方圆20平方公里的土地里面所有的生物。
就够了，这一颗用下去你就不要玩了。所以呢，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那么核子弹头的各种方式已经很具备了，很周全。还有一个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它的投射能力很强，又精准。你没有投射能力没有用啊！今天啊，伊朗发展出核子弹，只有以色列去发抖，因为它核子弹头它打不到美国啊。你今天伊朗你的导弹能够打6000公里吗？伊朗跟美国有10000公里以上的，你打不到的啊。谁会美国？美国怕谁？美国怕北韩，怕朝鲜。朝鲜大浦洞号称可以打15000公里啊。所以你光有核弹头没有，你的投射能力很重要。那中国大陆就是说，东风41、东风61、东风31，这个轰6K、轰20，这个094、095、096，都可以。对。那俄罗斯更厉害啊！俄罗斯还有一个奥赛冬，什么叫奥赛冬？它是鱼雷，它是从海底下鱼雷，它不是要打出来，它在鱼雷从海底下。直接装核子弹头，超高速在海底下就打过去了。所以俄罗斯、美国也怕，中国大陆、美国怕死啊。因为它有毁灭你的能力。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